血脂高了该怎么办？许多人第一反应是咬一口苹果，毕竟大家都说每天一个苹果有益健康，苹果不是号称对心脏好吗？但今天咱们要公布的降血脂最快的10种食物排名里，苹果居然未能上榜，是不是很惊讶？那猕猴桃呢？它也只是勉强排到第5名而已。至于第1名更是出人意料，不但降脂效果杠杠的，而且好吃不贵，就在你我身边。到底是哪10种食物这么神奇？别急，在揭晓排名之前，我们先弄清楚一个基本问题：什么是高血脂？为什么会血脂升高？什么是血脂？通俗来说，血脂就是血液里的脂肪，包括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等。胆固醇又分坏胆固醇和好胆固醇，坏胆固醇会在血管壁上堆积，好胆固醇则帮忙清理垃圾。高血脂通常指血液中的坏胆固醇或甘油三酯水平过高。为什么会高血脂？简单打个比方，我们的血管就像自来水管，血脂就是流动的油脂。如果吃进太多油腻食物、甜食，或者长期缺乏运动，血管里的油就会越积越多，慢慢粘在管壁上，形成粥一样的斑块，让管道变窄变硬。这就是动脉粥样硬化，听着是不是像粥糊在动脉上？一旦血管被这些油垢堵塞，后果很严重，可能引发心脏病、中风等致命问题。而可怕的是，高血脂早期往往没啥症状，就像水管堵了一半，你日常用水感觉不到，等到完全堵死就晚了。常见的误区，很多人对高血脂存在误解。误区1：瘦人和年轻人不会高血脂。其实高血脂不挑身材和年龄，瘦子如果爱吃肥肉甜点，一样可能血脂超标。年轻人熬夜外卖不断，也可能胆固醇飙升。误区2：不吃肉不吃油就不会高血脂。过于极端的不碰脂肪并不健康，关键在于选择好油脂。还有，高血脂不仅仅因为吃肥肉油炸，过量的糖分和精致淀粉也会转化成甘油三酯，使血脂升高。所以光吃白馒头、甜饮料不吃肉，也可能血脂高。误区3：感觉身体没不适就不用管血脂。高血脂被称为沉默的杀手，不痛不痒却悄悄损害血管。等感觉不适时，往往已经出现并发症。因此定期体检监测血脂很重要，可不能因为没感觉就掉以轻心。了解了高血脂的概念和误区，我们再看看生活方式如何影响血脂。吃什么，血脂就是什么。饮食对血脂的影响最大，摄入过多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，例如肥肉、黄油、奶油蛋糕、油炸食品，会让坏胆固醇蹭蹭上涨。相反，不饱和脂肪酸，例如鱼油、橄榄油、坚果中的油，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，提高好胆固醇。再者，高糖高精致碳水的饮食，例如含糖饮料、甜点、白米白面，容易让甘油三酯升高，让血脂粘稠。而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，例如粗粮、蔬菜、水果、豆类，就像海绵和刷子，能在肠道里吸附胆固醇，减少脂肪吸收，还能帮助控制体重，这对血脂也有利。动起来，脂肪跑开。规律运动是血脂的天然调节剂，坚持运动可以降低甘油三酯，提高好胆固醇。你可以想象，运动就像在血管里开高速列车，把堆积的油脂冲刷得更通畅。另外，控制体重也很关键，肥胖往往伴随高血脂，减重 5% 到 10% 体重就可能显著改善血脂水平。此外，还有其他因素会影响血脂。抽烟会降低好胆固醇，而且加速动脉硬化，等于在血管里放了炸弹。过量饮酒则会升高甘油三酯，让血液变稠。不过少量红酒有时被认为有益心脏，但一定要适量。压力过大、睡眠不足也可能影响脂代谢。因此，健康生活方式是控制血脂的基础。管住嘴，迈开腿，戒烟限酒，心情舒畅，睡眠香，这些做到了，血脂就已经成功控住一大半了。当然，饮食调节是重头戏。那么哪些食物对降血脂最有效呢？下面我们就进入重磅环节，降血脂最快的10种食物排名，看看有没有你的餐桌常客，上榜的都有啥过人之处。第10名，绿茶。饭后一杯热茶是很多中国人常用来解腻刮油的习惯。虽然喝茶不能真的把刚吃进去的油脂直接洗掉，
但茶叶中的茶多酚可是在默默帮忙。研究发现，长期饮用绿茶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水平，同时提高好胆固醇。绿茶里的儿茶素等抗氧化物质就像血管清道夫，阻止胆在动脉壁安营扎寨。想象一下，一杯清香的绿茶下肚，犹如一支训练有素的小队在血管中巡逻，发现脂肪堵塞，苗头就及时清理，多么给力！其实不止绿茶，乌龙茶、普洱茶等茶类对血脂也有益处，不过绿茶的抗氧化成分更为丰富。另外有研究表明，每天坚持喝茶，久而久之，坏胆固醇水平会有轻微下降，虽然幅度不大，但贵在持之以恒。怎么喝最有效？建议饭后或两餐间喝一杯淡淡的绿茶，不加糖更健康。每天2到3杯绿茶是不错的选择，但要注意别空腹狂饮浓茶，以免刺激胃和影响睡眠。喝茶降脂重在坚持，把喝茶当成一种享受，长期坚持下去，对血脂的改善就会慢慢显现出来啦。第9名，大蒜。大蒜不仅是厨房里的提味明星，还是降血脂的小能手。你可能听过民间流传的一些偏方，比如每天生吃几瓣大蒜可以降血脂、降血压，这并非空穴来风。大蒜中含有的大蒜素能够抑制肝脏合成胆固醇，就像给生产胆固醇的机器按下了慢放键。此外，大蒜还有助于降低血液粘稠度，防止血小板过度凝集，对预防心血管堵塞有益。打个比方，血液里如果有大蒜素坐镇，坏胆固醇就像被蒜味熏得晕头转向，不敢兴风作浪。怎么吃最有效？大蒜捣碎生吃效果最好，因为生大蒜里的大蒜素活性更强。不过生吃口味辛辣，嘴里味道杀伤力也强，自带驱鬼效果。哈哈，可以采取折中办法，把大蒜剁碎凉拌在菜里，或吃蒜泥拌蜂蜜，既保留一定生蒜成分，又不会太刺激。如果肠胃受不了生蒜，日常做菜时放蒜末提味也有益处，只是高温烹饪会破坏部分有效成分。总之，量力而行，每天1-2瓣，坚持下去，慢慢就能看到血脂指标的变化。第8名，茄子及秋葵。紫色的茄子是餐桌上的常见菜，没想到还藏着降脂功劳吧？茄子富含膳食纤维和果胶，这可是降低胆固醇的好帮手。它有个绰号叫植物海绵，因为它的纤维就像海绵一样，在肠道里可以吸附胆固醇和脂肪，阻止这些坏家伙被身体吸收。茄子还有很强的吸油本领，做菜时一不留神，油全让茄子给吸了，所以我们笑称茄子在锅里吸油，在肠子里吸脂，一边当美食，一边当清道夫，真是两不误。怎么吃最有效？想靠茄子降脂，烹调方法很重要，因为茄子太吸油了。如果用油炸或者放很多油，炒茄子本身倒变成了油库，反而吃下更多脂肪，那就适得其反。最好的办法是少油烹调，比如清蒸茄子、烤茄子，或者少油炖煮、蒜蓉蒸茄子、酱烧茄子等，都是既美味又健康的做法。另外，和茄子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秋葵，那黏糊糊的胶质也能阻挡胆固醇吸收。如果你喜欢，菜盘里也可以多点秋葵的身影。第7名，橄榄油。号称液体黄金的橄榄油是地中海人民长寿的秘密之一。在传统地中海饮食中，人们几乎顿顿离不开橄榄油，用它来拌沙拉、烤菜、煎蛋，甚至直接蘸面包。和我们常用的动物油、猪油、黄油相比，橄榄油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，这种好油脂可以降低坏胆固醇，提高好胆固醇。可以说，橄榄油就像血管的润滑剂，流遍全身，把血液中的油泥悄悄溶解，还带来对心脏有益的抗氧化维生素 E。 有研究拿2组人做对比，一组日常用橄榄油做菜，一组用黄油。几周后发现，前一组人的坏胆固醇明显下降，而且由于橄榄油中的多酚抗氧化物质，血管炎症指标也更低。怎么吃最有效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橄榄油替代你平时的烹调用油，炒菜、煮汤、凉拌都可以用橄榄油，尤其凉拌可以最大程度保留橄榄油的营养。当然，橄榄油不适合高温油炸，但日常中式炒菜的温度，用普通纯正橄榄油也能 hold 住。
选购时尽量买初榨橄榄油，营养价值更高。如果觉得橄榄油味道生涩，不妨学学地中海菜的吃法，比如用橄榄油烤时蔬，或者橄榄油淋点醋做个沙拉汁。一开始不习惯，慢慢你会爱上那股清香果味，把它当成餐桌上的酱汁搭档。第6名，牛油果。牛油果又叫鳄梨，外形像鳄鱼皮球，里面却是软糯的森林黄油。很多第一次见到牛油果的人都会想，这么油油的果肉会不会吃了长肉长脂啊？恰恰相反，牛油果富含的油脂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，堪称油中贵族，对心血管大有益处。它能有效降低坏胆固醇，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E、钾等营养。一项营养学研究让受试者每天吃一个牛油果，1个月后测血液，坏胆固醇平均降低了接近10%。可以说，牛油果是以脂降脂的典范，用以毒攻毒的思路对付高血脂，让好的植物油脂去赶跑坏的胆固醇。怎么吃最有效？牛油果口感细腻，但味道清淡，正好百搭多变。想降血脂，可以把牛油果作为健康脂肪的来源加入日常饮食，比如早晨把牛油果切片搭配全麦面包当三明治，中午拌在沙拉里，或者做成牛油果奶昔。墨西哥著名的牛油果酱，把牛油果捣成泥拌洋葱番茄，十分美味，用它取代蛋黄酱、黄油等高胆固醇酱料再合适不过。不过要注意，牛油果热量不低，每天半个到1个适量即可，不用贪多。毕竟再好的东西吃过量，也可能转变成脂肪堆在腰上哦。第5名，猕猴桃。奇异果。猕猴桃这个名字很有意思，早年在中国因猴子爱吃而得名猕猴桃，后来远渡重洋，在新西兰发扬光大，变身奇异果畅销全球。可别小看了这毛茸茸的小家伙，它可是水果里的酱汁明星。猕猴桃富含维生素 C， 一颗猕猴桃的维 C 含量往往超过1个橙子，这帮助减少胆固醇氧化，保护血管弹性。另外，猕猴桃的纤维素和果胶也非常丰富，有助于减少肠道对脂肪的吸收。有研究让高血脂的人每天吃2颗猕猴桃，结果8周后，他们的好胆固醇显著上升，坏胆固醇有所下降，血脂比例更健康了。猕猴桃就像派来的小小营养师，一边给你大量微量元素，一边帮你调节血脂，非常贴心。怎么吃最有效？猕猴桃酸甜可口，最简单的吃法就是洗净后一切为二，用勺子挖着吃，新鲜又方便。如果觉得酸，可以选软一点的黄心猕猴桃，甜度更高。还有人爱把猕猴桃加到酸奶、麦片中当早餐，或者做水果沙拉、鲜榨果汁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猕猴桃性寒、胃酸多或者肠胃虚寒的人别空腹大量吃，一般每天1到2个猕猴桃就足够提供降脂所需的营养。坚持每天来1个猕猴桃，让你的好胆固醇像猴子一样蹦蹦跳跳的往上涨。第4名，坚果。以形补形虽不完全科学，但核桃长得像小脑人，补脑倒是广为人知。其实坚果对心脏和血管的好处一点也不比对大脑的少。像核桃、杏仁、腰果、花生、开心果这些坚果含有大量有益心脏的成分，不饱和脂肪酸、植物固醇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 E、镁等等。每天吃1把混合坚果，可以有效降低坏胆固醇，提高好胆固醇。有研究汇总了多项试验，结果显示坚持食用坚果的人群，坏胆固醇平均降低约 7% 左右。别看坚果油脂多，可这些油脂大部分是对心血管有益的好油，而且坚果还提供油脂以外的许多降脂元素，可谓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怎么吃最有效？每天1小把坚果，大约25到30克，坚持长期食用，对血脂和心脏都有保护作用，可以作为加餐零或者拌入酸奶、沙拉中。要注意选择原味未加盐和糖的坚果，避免摄入过多钠和额外热量。不同坚果搭配着吃，效果更好，因为每种坚果营养略有不同。比如核桃富含 Omega-3， 杏仁维 E 高，腰果镁多，混合起来营养更全面。还有一点可以放心，研究发现适量吃坚果并不会让人发胖，可能因为坚果容易有饱腹感，而且其中一部分脂肪并不会被完全吸收，所以不用担心长胖。
该出手时就出手，让坚果成为你每天降脂的小帮手吧。第3名，豆类及豆制品。得豆者得健康，这一点都不夸张。豆类食品便宜，营养又健康，对降血脂特别有益。红豆、绿豆、黑豆、鹰嘴豆，不论什么豆，都富含可溶性纤维和植物蛋白，基本不含胆固醇，而且消化慢，有助于稳定血糖和体重。这些特征使豆子成为血脂的天敌。纤维像海绵，吸附胆固醇带出体外，植物蛋白则可以替代部分动物蛋白，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，一举两得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豆及豆制品，像黄豆、豆腐、豆浆。大豆蛋白被发现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早些年甚至允许每日摄入25克大豆蛋白可减少心脏病风险的健康宣称。虽然后来发现效果没有想象中那么神奇，但大豆制品依然是心血管友好的食物。想象一下，用豆腐取代一部分红烧肉，把半碗白米饭换成半碗芸豆，你既得到了满满的营养和饱腹感，又减少了坏脂肪的堆积，血脂自然就降下来了。怎么吃最有效？建议每天都吃些豆类或豆制品，早餐来一杯无糖豆浆，既有优质蛋白又无胆固醇。午餐晚餐可以用豆腐、豆干替代部分肉类，或者做一盘杂豆杂粮饭。嘴馋想吃零食时，来一把烤黄豆，清豆解馋，比起薯片饼干健康100倍。需要提醒的是，有些人吃豆子容易胀气，这是正常现象，可以通过把豆子煮烂，少量多次食用来缓解。毕竟放几个豆子屁总比心脏不舒服强吧。在可承受范围内慢慢增加摄入，你的肠胃会适应的。持之以恒，豆子会让你的血管欢喜，让你的血脂听话。第2名，深海鱼。海鱼在营养学界的地位那可是响当当的，特别是三文鱼、沙丁鱼、金枪鱼、青鱼这些深海肥美的鱼类，它们富含 Omega-3 多不饱和脂肪酸。这种 Omega-3 可了不得，能大大降低甘油三酯水平，帮血液稀释一些，还能略微降低坏胆固醇，提高好胆固醇。你可以把 Omega-3 想象成血管里的清道夫舰队，把血液中过剩的油脂一网打尽。除了降脂，鱼油还有抗炎作用，对心脏血管有多重好处。有人研究发现，爱斯基摩因纽特人的传统饮食以海豹、鲸鱼等高脂肪海洋动物为主，但心血管病发生率却并不高。秘密就被认为是他们摄入了大量 Omega-3。可见，以脂控脂的理论再次得到验证，吃对了脂肪反而保护心血管。怎么吃最有效？关键是保证每周吃2到3次富含 Omega-3 的鱼，可以清蒸、红烧或者烤鱼，尽量避免油炸，这样可以保留最多的好油脂。鱼头鱼汤也含有一些有益脂肪，可以喝，但要当心，嘌呤高的人别过量。对于不爱吃鱼或者吃不到鱼的人，核桃、亚麻籽等植物也提供 Omega-3， 不过是另一种形式，效果稍逊。鱼油胶囊可以作为补充，但获得 Omega-3 最天然的方式还是通过吃鱼来实现。总之，让鱼儿经常光顾餐桌，它们会默默帮你清理血脂，让你的心脏畅泳在健康的海洋。第1名，燕麦。终于来到万众瞩目的第1名，这位冠军就是我们熟悉的燕麦。别看燕麦其貌不扬，长得像草籽，但降血脂它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燕麦中富含一种可溶性纤维，叫贝塔葡聚糖。当燕麦在肠道里遇到水，会形成凝胶状物质，像一把无形的小刷子，吸附并扫荡胆固醇，再把它们赶出体外。每天摄入3克以上的贝塔葡聚糖，大概相当于1小碗燕麦粥，坚持几个星期就能看到坏胆固醇明显下降。有试验表明，燕麦饮食让坏胆固醇平均降低约 5% 到 10%。这效果虽然比不上药物立竿见影，但胜在天然无副作用，而且美味可口。一碗热腾腾的燕麦粥，喝下去暖胃又安心，仿佛在给血管做 SPA。难怪燕麦能登上榜首。怎么吃最有效？最推荐的吃法就是每天早餐来一碗燕麦粥或燕麦片，有条件的话，用整粒燕麦或燕麦片熬煮的粥，降脂效果最好，比即食麦片的纤维含量更高。喜欢甜味的可以加点水果、坚果和牛奶，如果吃不惯甜的，也可以煮成咸味燕麦粥，
加点蔬菜、鸡蛋碎肉，相当于粗粮版杂粮粥。除了粥，燕麦还可以磨粉后做燕麦馒头、燕麦面包，或者拌在酸奶里当谷物早餐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有人为了图省事，选择市售的燕麦棒、燕麦饼干，但其中常加很多糖和油，反而不健康。想降血脂，还是老老实实吃原味燕麦最管用。好消息是，燕麦非常平价，论公斤买也花不了几个钱，真是好吃不贵的平民超级食物。好啦，降血脂的10大食物我们都盘点完啦。难怪有人感叹，坚持每天换着吃这些，血脂想升高都比登天还难啊。不过光吃这些好东西还不够，记得也要控制那些让血脂升高的坏东西，比如少吃油炸和肥腻，高糖的零食也悠着点。同时别忘了规律运动、充足睡眠、远离烟酒，这些生活习惯同样是血脂管理的关键。通过科学饮食和健康生活方式双管齐下，我们才能真正把血脂稳稳地控制在安全线下。也许有人会问，苹果真的不如这些食物吗？并不是说苹果不好，苹果富含的果胶纤维对降胆固醇也有帮助，只是跟燕麦等富含可溶性纤维的冠军食物比起来，苹果每份所提供的纤维量和种类还是略逊一筹，因此在我们的10大食物中遗憾落榜。但这并不妨碍你每天吃苹果，毕竟苹果总体是很健康的水果，只是别指望光啃苹果就把血脂降到位哦。常言道，病从口入，其实啊，健康也从口入，管好嘴巴，也就守住了健康的大门。当你把那些降血脂的美食变成日常的一部分，享受美味的同时默默改善身体指标，你会惊喜地发现，保持好血脂并没有那么难。让我们用美食为武器，打败高血脂这个隐形敌人，你的身体会由衷地感谢你，血管也会像高速公路一样畅通无阻。愿大家都能吃出健康，让美味与健康齐飞，远离血脂烦恼，拥有棒棒的身体。